依婷，谁让你一早来我家堵我的？我不是来堵你，我都好几天没见到你了，公司你也不去，我能不着急吗？哎，你怎么不接电话呢？我去那公司干嘛？是去帮佣还是打杂？还是让那个沈小飞看笑话？好了，慢慢会好起来的。哎呀，我听够这些话了，以后不要再到我家了啊，省得被我妈看到。哎，被他看到怎么了？我正好接着求婚啊，上次啊我准备的太仓促了。哎，你妈是不是挑我理了？啊？记住，以后不要再来我家接我了，听到没有？快走啊！这是，你是嫌我车差还是嫌我人差吗？我是心疼你，我怕你这样来回跑会累嘛。而且从你家来我家接我是绕路啊。依婷，我就说你最懂事了，以后肯定是个好老婆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赶快上车啊！好，走走走，等我把伞给你撑起来。快点！你说像秦总这个富家子，真的是生下来就会做生意啊？可不，我就喜欢那么霸气的男人。这才买了公司几天呀，业绩做的比那秦总1年的都强。要不是秦总收购咱们公司啊，哼，我早就辞职了。你真反了天了吗？我跟你们说实话啊，我确实佩服秦明浩，不过他为什么买咱们公司，我确实想不通。我劝你呀，还是往前看吧。公司没有秦总这个大贵人，你会有今天的江山，会赚那么多钱？哎呀，咱公司上市，我能有多少股份呢？你现在少气我，肯定少不了你的股份的。您喝茶。杨帆，你跟明浩一块从美国回来打拼，还适应吗？挺好的。好。那你能不能告诉我，明浩买这家破公司什么意思？杨帆，那个没事儿，你先出去吧。嗯。爸，你难为他干嘛呀？哼，我不难为他。我问你，你跟我说实话吗？啊，你小子告诉我，你买那家破公司想干什么？拓展业务啊！你少来这套。为女人吧？我这是有商业计划的，我得按计划执行。我还真不明白，你到处并购，这是犯了商家的大忌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我是真不懂你们现在做生意的想法。为了你的计划买那家破公司值吗？值，非常值。我真是搞不懂你这什么计划。明浩，你是成功了，可是你也不能自我膨胀啊。爸，一切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我心里有数。你等着，我一定有。我现在不想跟你谈，等你冷静下来，你来找我谈。哼。在干嘛？怎么了？哎呀，大小姐，我们这里迎来送往的，要擦桌子，要端盘子，你在这里玩手机？我今天跟老板娘请过假了，我感冒不舒服。哦，感冒了不舒服了，感冒就可以光拿钱不干活吗？青姨呀，你今天怎么了？怎么忽然间变得这么暴躁呀？是不是内分泌失调呀？你才失调啊！你呀，需要1天膏药。什么膏药？赵飞，赵飞啊！赵飞，赵飞，赵飞！别说那个赵飞，你们两个干什么呢？你们俩？赵飞，赵飞啊！你别提他！你有病啊！拿这么脏的毛巾捂我，你太过分了！哈！你敢扔我身上？你找死啊你！你们2个人牺牲了！哎呀！别打了，你们俩！好了！哎呀！你闪开，没你事儿！飞哥，我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，轻易就打我。你怎么能动手打人呢？你还装什么装啊！我打死你！哎呀，好了，走开啊！都砸了，和气没风啊！叶青，你是长辈，不能这样。今天就是你的不对，跟一个小丫头闹来闹去的，好玩吗？大
样扫，我不说了。还有客人在呢，你怎么那么不懂事？是啊，是我不懂事。你们说的全对，是我不对。干什么？都是你，干活去。姑姑，你是不是跟我妈吵架了？岂止吵架，我委屈受大了。你妈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我让着那个奸懒馋滑的小南，现在小兰那家伙都要爬到我头上了。哎，你之前不是对小南很好的吗？你还说他从外地来，要我们好好照顾照顾他的。我说过吗？是啊，我是说过，但那是他好好工作的时候啊。可你看看他现在什么样，不好好工作那就得批评啊，你说是不是？还有这个家伙奸懒馋滑，还爱八卦，讨厌死了！让你妈把他给炒了吧。哎呀，姑姑，你一年呢都说要炒他好几次，不是过2天就没事了，还跟他说悄悄话了吗？以前的悄悄话，那是我们八卦别人，他现在也开始八卦我了。他八卦你的事啊？姑姑，你是不是谈恋爱了？没有，我没有喜欢任何人，也没有任何人喜欢我。哎，亲一亲，我来。哎，你还生我气啊？我都已经示好了，难不成还要我给你跪下？行了，谁生你气了？哎，还说不生我气呢。不好意思，让你们久等了，来慢用。一山，哎，你到底要休息多长时间啊？如果长的话，我就让小南放个长假。真的？太好了，那我就可以回家看我妈妈了。可以啊，去看你妈妈不上班，工资打9折。啊，老板娘你也太抠门了吧！算了，我不回家了，反正也没有钱，买不了什么东西。好好干活。齐经理，怎么那么巧呢？什么巧啊？还不是齐总带着大家来找你的。哦，齐总，你现在也开始享受生活了？享受生活？一山，你现在不去上班，我估计我以后就没有生活可以享受了。你说句辞职就走，那齐明浩现在可是大发雷霆，决定把我们都给炒了。我们都要下岗了，准备啊来你这瓦罐店蹭吃蹭喝了。齐明浩，他真的那么做？一山，我知道这样很没出息，但我求求你了，签合并合同的时候，我也想的是大家都过得好些。你这一走又都没了呀。齐总，你是劝一山帮咱们，还是数落人呢？哎呀，一山，你就帮帮我们大家吧，你就快点回去吧，要不然大家都得喝西北风啊。一山，来，过来。不好意思啊。一山啊，你原来不是放假，你是辞职了，什么意思啊？要不是听人家说，你就不打算告诉我了。妈，那个工作不适合我。不是，过去你说这工作虽然辛苦，但你喜欢它，现在什么情况啊？妈，你千万别着急，没出什么事了。我只是想做我喜欢的工作，所以我辞职不做，我不会再回去的了。你还是回去上班吧。我听出来了，你要不去的话，大家都没工作，都得下岗。行了，别犯倔了啊，回去上班。真是气死我！这臭小子真以为他老爸是傻子看不出来啊？啊，他明明就是为了一个女人，还说什么，我买这家公司是为了拓展业务。切！哎呀，你这做爸爸的，整天钱呐钱呐，你这儿子啊，
光知道工作不想恋爱也不成啊！现在有个女人，她爱上了，咱们明浩终于要恋爱了。对啊，振宇，你换个角度想想，这是好事儿啊！哎，你见到那个姑娘没？让我跟妈也见见。哎，什么时候可以见呢？哎呦妈，你们说的这是两码事儿。我见那姑娘干嘛？这要真这样的话，我心里那块石头就落地了。明浩啊，哎，奶奶，累坏了吧？啊，没有，您怎么还不休息啊？等你回来呀。我太激动了，所以睡不着。什么事儿这么激动啊？我爸跟你说什么了？哎，反正你记住，奶奶支持你，永远站在你这边。你放大胆子去谈恋爱，如果公司做砸了，没事，奶奶掏钱帮你补上。哎，好嘞，好嘞。记住了，就是一定要帮奶奶4代同堂。哎呦哎呀，哎呀，奶奶看把你给急的。放心，奶奶啊，我一定尽力努力的完成任务，还不成吗？我就知道嘛，能不能透露一下，是哪家的女孩啊？哎呦，这不好说吧，奶奶。不说就不说。哎，反正你加把劲儿啊，赶快带回来给奶奶看看。好，差不多了，就把好日子给定上啊。好。哎，嘿。妈，听说大家都帮他追我姐，把我姐追的班都不上了，估计是秦明浩追我姐，他害羞辞职了。可不是嘛！哎呀，一山这次交到好运了，她呀能嫁一个好老公。偏心，只关心姐，那我呢？我嫁的好不好？我好不好？哎呀，你先别着急，别着急，你运气更好。只是眼下呀，先解决你姐姐的事儿。放心，交给我，我去劝她啊。我说呀，你就去接触一下嘛，总不能人家老板刚进公司你就辞职不干啊！哎，你拿他开涮啊！还有，你如果就这样拍拍屁股走人，不管公司那些同事，哎，没有你那家公司就要解散了，你怎么那么自私啊？哎，我怎么就那么自私了？依婷，我告诉你，这个事儿让我自己解决，可不可以啊？不行，这次一定要听我的。你不想当富婆？可他真的是个好男人，他当姐夫帅气。你们现在是不是听不懂我说话？我们没关系。我告诉你，我是绝对不会回公司的。哎，我跟你说真的，这没准儿就是老天爷给你的机会。一旦错过了这次机会，老天爷如果生气了，大好的机会就擦肩而过。哎呀，你就要像姑姑一样，孤老终生。你别给我一副什么过来人的嘴脸，我告诉你，你现在说什么我都不想听。哇，哎，给我！哎，你呀，我对你太了解了，你这个人就是表里不一，我最讨厌你这样了。所以呢，我知道你的秘密，这个男人的秘密。从以前我就觉得奇怪，你每次出去玩都会求平安符，可是上面只写生日不写名字。聪明的我今天上网查了秦明浩的资料，我就知道这都是秦明浩的生日。哎，你到底什么时候跟他好的？啊，还是你早就盯上他了？嗯，那是以前的事了，我以后不会再见他的。你敢发誓，你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嫁给他？
妈。齐经理，你们都在这儿啊？要不要叫几碗瓦罐汤啊？几碗瓦罐汤，我们可真喝不起。医生，那个秦总，他终止了我们所有的工作。现在我们公司都要解散了。今天大家也无所事事，干脆啊，到你这儿来蹭点瓦罐汤喝。什么？他终止了你们所有的工作？那你们？我说医生，他秦明浩简直就是神经病，这一见钟情不是这么玩的。算了，今天啊，我们大伙儿呢就吃个散伙饭。大家想吃点什么，我请客。老板娘，哎，来了。齐经理，老板娘，麻烦你啊，把你们店里所有的白酒、啤酒都给我拿上来。我今天啊要喝个一醉方休，直到去医院。你还是回到公司上班去吧啊，听话。不，我不回去工作。妈，我就喜欢留在瓦罐汤店里面工作。你怎么那么倔呀？啊，小南，哎，来，上酒。哦，好，来。我就先隔空见一下我房东，希望他大慈大悲，千万不要轰我搬家。你那房子算个屁呀！你想想，咱们卓越要是真的解散了，我这半辈子的心血呀，就灰飞烟灭了。哎，有时候想一想，还真不应该那么贪。对，你就是太贪了。来，喝吧，来。想通了？想通？我想你这个词应该说错了吧？应该说是无奈。你是抓住了我这个弱点，你就知道我不想看到我的同事失业，不想看到卓越关门是吧？哎，是啊，知道你是个善良的人，不会丢下卓越和你那些同事不管的嘛。对啊，你就是抓住了我这个弱点，对我进行道德绑架是吧？看你说的，这还不是你逼的。我有什么办法？我要跟你复合，我想天天见到你，我喜欢你。那你知道我回来工作有2个要求吧？我知道，第一，不解散这卓越；第二，我离你远远的。我希望你可以信守承诺。你放心，我敢不信守承诺吗？回头你再拍屁股走人，是吧？我吓死了。是啊，到时候你再用什么手段都没用。知道了。放心吧，啊！但是我有信心和把握让你回心转意，信吗？秦总，恐怕你太不了解我了吧？那咱们走着瞧啊！好好工作。奶奶，您别皱着个眉头呀，不就是明浩偷偷谈了个恋爱吗？这是好事啊。好事。哦。哎，也不知道是谁家的孩子，我就担心会跟上次一样，得偷偷给他把关。嗨，一把关就露馅了吧？哎，明浩伤心的。奶奶，你又想说上回新叶那丫头的事儿吧？这不是您的错呀，却是那个叶一山的问题。他一直和明浩谈恋爱，还不告诉家里人，明明就是居心不良。明浩还傻呵呵的要带他去美国呢。幸好您英明，使个计策去试探那个叶一山，不然我们还不知道他这么狠心，
就怎么消失不见了？当时啊，我是担心明浩会活不下去呀。嘿，不过现在好了，明浩又谈恋爱了。如果啊，他还和那个叶一山在一起的话，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儿。现在我担心的就是，他又偷偷的谈恋爱了。你知道明浩人好，他心地好，对人太好的话，就会吃亏的呀。哎，要不这样，咱们改天啊，去明浩的公司看一看什么情况。我也想了，可是要是明浩在呢？哎呀，这个好办呀，我打个电话给小杨帆，然后不说什么事儿，就问明浩什么时候不在公司，咱们就过去。那好啊，哎，快打呀！哎，一山，这什么意思啊？这个我没看懂。你看，这儿。这是客户的报价单哦，还有一些附属的条件。哦，秦总，明天去上海的会已经取消了。取消了？怎么了？让法务去不就完了吗？可是明天上海安排了许多重要的应酬。什么重要的应酬？不是跟你说过，我最讨厌应酬了吗？通通给我取消！你能先出去吗？我在明浩身边时间也不短了，从来没见过你弟发疯到如此地步。那你是没见过那个叫叶一山女人的厉害。这一次啊，我算是领教了。哎，我第一次看见她遇见一个人那么自乱阵脚。不是第一次了，叶一山是明浩的前女友，初恋女友。怪不得这么有杀伤力。那个女人可不是个省油的灯。我第一次见她，我也觉得她温柔可爱、知书达理。可是没想到，当时家里要送明浩出国留学，她也跟着一起学英文，成绩不错的，还申请了很好的美国大学。明浩想跟她结了婚再出国，但是她坚决不同意，而且还让明浩告诉家里人，没有这个女朋友。这是为什么呢？他不想跟明浩结婚。一山当时说想跟明浩做出一些成果再见父母。当时我也觉得没什么奇怪的，反而觉得这个女孩挺有骨气的。后来呢？后来她就消失了，带着明浩跟她准备一起去美国的钱，一起消失了。明浩发疯似的找了她很久，都没有找到，连他妈妈的店都消失了，带着钱逃走了。那我只能理解为感情诈骗。但是为什么？如果他跟明浩结婚的话，不是会得到更多吗？据我分析，他是怕我奶奶和爸妈不同意。后来，明浩只能一个人去了美国。怪不得明浩在美国这么多年，从来不碰感情。可是过了这么多年，他们又碰上了。明言，你说会不会是这个叶一山故意再次接近明浩？这个不好说，但是我敢肯定，明浩的心里一定没有忘记叶一山。要是我未婚夫敢这么对我的话，我肯定恨死他了。怎么可能还要求复合？感情的事没有对与错，只有肯不肯。明浩现在肯为了叶一山付出，肯妥协。我希望他能得到他想要的。但我觉得这种人根本就不值得信任。明言，你得好好劝劝你弟弟。我找个机会试试吧。请进。我知道你不舒服。哎，你不少啊，但是你声音很哑，我估计啊，你快感冒了。我没事的。这样，我跟……哦，对了，你来的正好，你帮我呀，把那个什么会议给我取消了，谢谢啊。走，去躺一下。可现在都已经11点了，去午餐会的人已经在路上了。你就说我牙疼，好吧？走。秦总，你就算不想去，也总要有一个靠谱的理由吧？什么靠谱的理由啊？你没看见一山不舒服吗？我能走得开吗？那会议有那么重要吗？你连这点事都办不了吗？啊？一山，真的过去躺一会儿，知道吗？如果公司的事情这么不重要的话，那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。秦总，我真的没事了，你还是赶紧去开会吧。
行，开会，开会。一山，你听我的啊，过去躺一会儿，休息一下，好吗？要不然我不放心。人病了就得休息，知道吗？什么工作都得放下。哪有病了还坚持的？真是。来，躺着。走。奶奶，会是这个吗？不会不会，太年轻了，明浩不会喜欢。哎，看那个。哎，这个长得挺漂亮的。马马虎虎。好，哎，这个好看。也太飘了，不行不行。这位老阿姨，你四处看什么呀？这可是我公司的办公区啊。你的公司？是啊。哎呀，哎，还真是山中无老虎了是吧？哎，这位大姐，你怎么说话的？哇，哎，我跟你说，这位可是秦家的奶奶。啊，哦，奶奶，哎呦，奶奶，真不好意思，奶奶，这个，我有眼不识泰山，奶奶，对不起您了，您有什么需要啊？您累坏了吧？这边请，奶奶，奶奶，秦总啊，就在这个房间。哎，行了，你让我安静一下吧。哎，好的，我随时可以闭嘴，有事儿您随时叫我。哎呦，奶奶，这明浩怎么找了一个这样的人做副手啊？在这儿吧。哦。哦，奶奶，这儿躺着一个人。哎呦，别猜了，这一定是明浩的女朋友。你怎么知道？哎呀，你想呀，这明浩的办公室哪有这特权呢？一定是明浩的女朋友。大白天的在这儿睡什么觉啊？奶奶，过去看看。啊，叶一山啊！奶奶，你这个阴魂不散的，你答应我什么了？你答应我再也不纠缠明浩，结果呢？啊？我没有啊。还说没有？哎，你都躺在明浩的办公室了，还说没有？我真的没有啊。是秦明浩收购了这家公司，让我当他助理，我也拒绝过啊。哼，拒绝的结果呢？你背着我，背着我们的承诺，竟然做他的助理。我也不想这样子的，我也想从他的生活里面永远消失的。那你怎么解释今天的一切呢？啊，3年多了，你还阴魂不散的在明浩的生活里面。叶一山，当年是你愿意跟我达成这个协议的，结果呢？啊，结果我花了一大笔钱买来这样的承诺。3年前，是因为我对秦明浩失望，而不是您用什么多少钱去买了一个协议。而3年后，是秦明浩自己要过来找我的。啊，这么说起来，3年前、3年后都是明浩在缠着你啦。没错，3年前，秦明浩因为自己的事业放弃了我们的感情，而3年后，他用钱把这个买回来。我真的不明白，你为什么一直要对我这样子？没错，我不是出生于什么有钱人家，但是我爸爸妈妈给了我的，就是尊严和底线。这2样东西，很多有钱人家都未必有的。我们家就没有尊严跟底线了。哎呀，你这张嘴多会说呀！哎，我看咱们明浩就是被你这张嘴骗得晕头转向的吧？哈！要是我可以重新选择的话，我根本不想认识他，我也不会受那么多痛苦。呵呵，好厉害的一张嘴呀！幸亏当年我没让他进我们秦家门，不然被他踩在脚底下了。就是。什么？
当年是你不想让我进你家门的。对，3年前是我不同意你做我的孙媳妇。我告诉你，明浩根本就不想和你结婚到美国，你就拿着钱消失了。我没有拿那些钱，我离开是因为你侮辱我。不可能，那张银行卡明明就是被你拿走了，我1毛钱都没有拿过。还在那里狡辩。哼，我告诉你啊，当日我可以把你弄走，我现在还是可以。哼，谁都甭想把他赶走。我都听见了，奶奶，您实在是太过分了。我现在算是明白了，依山从来就没有不辞而别过，对吧？都是您在搞鬼。依山，现在清楚了，这一切都是误会。不要再说了，我真的不想给你们第2次机会，让你们再侮辱我。不会有第2次了，依山，相信我。我求求你原谅我好吗？原谅我，原谅我的不坚定。你不要上他的当，他当时是拿了你的钱就消失了。好了，奶奶，不要再说他了，行吗？我没有拿过你们的钱，银行卡号我还记得。不信的话，你们可以查一下。你说账号和密码，我现在就查。去查。但是你别忘了，我可以查得出你的钱是什么时候存的，不要在这里骗人。这个是我跟明浩联名账户的账号，还有密码。那个钱我没有动过，要是明浩也没有动过的话，里面应该有39万。这钱我是没动过的，让他们去查。哦，现在就去。打电话可以查余额的，赶快去。哼，想骗我，没那么容易。原来你以为我偷走银行卡，拿了钱离开你，你以为你没有报警，对我已经很好了是吧？难怪你每一次见到我，你都是用那种态度来对我。你只会为你自己着想，你没有想过我这3年来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吗？对不起，依山，我错怪你了。我真的没有想到，原以为真正的爱情，却抵不过一个小小的谎言。你拆散了我们，你满意了吧？你对我残忍无所谓，但是我不明白，你怎么会对你那么在乎、那么爱的孙子，也可以那么残忍？你这个没有教养的丫头，竟然说我残忍！我真的庆幸，我没有嫁到你们那么冷血的家庭。一身长满刺的丫头，永远都不能进我们的家门！依山，依山，哎，你站住！哎呀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这是奶奶。查到了，一共39万1千多，3年来从未存取过。从未存取过？你瞧瞧，从没动过，这怎么可能呢？依山，你没事吧？刚才奶奶太过分了，我替她向你道歉，真的很抱歉。我当初真的不知道奶奶跟你说了什么，我只知道你突然之间就消失了，你知道吗？我怎么也找不着你，连你妈的瓦罐店都不见了。当时奶奶跟我说，你肯定是卷着咱们要出国的钱跑了。我虽然不相信，但是事实摆在面前，我也不得不信。他们又逼着我出国，我真的没办法。我知道我错怪你了，依山。你不用说对不起，反正一切都过去了，没关系。我只是不想你再出现在我的生活里。依山，
好在现在已经真相大白了，这就是一场误会，不是你我两个人的错，对吗？既然这样，我们为什么不能复合？我们为什么不能在一起呢？因为我们是两种人。你家人根本不想我们在一起，我不想让他们伤心。还有你奶奶，我真的不想再让她误会了。所以，我们还是各走各路。你没必要过多的在乎别人的感受，关键是我们是不是真心相爱。如果我们是真心相爱，我们就不可以分开。我真的不想回到3年前那种生活，我不想让我们的感情伤害到你的家人，我不想那么自私。家人之所以不祝福我们，他们是怕有一天我们会不幸福。好了，你不要再说了，我想自己一个人静一静，我想先回家，你走吧。可以，我可以给你时间。那我先送你回家好吧？你不用送我回家，我真的想自己一个人静一静，我要想想发生的这些事。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现在误会解除了，我一定要和你在一起。我不想再受了伤害，我不想你的家人和我的家人都受了伤害，我不想再见到你。一会儿明浩回来，你可千万别跟他生气，好好说。妈，妈，明浩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奶奶，明浩，哎呀，明浩，我的宝贝孙子，你跑到哪儿去了？奶奶都以为见不到你了。奶奶，孙子不孝，我再求你一次，你就成全我跟依山吧。你回来就是为了讲这件事？我回来就是想做最后一次努力。还有，奶奶，我不管你这次，你是祝福我也好，还是不祝福我，我都要去的，没得商量。你们听到没有啊？你们的宝贝儿子，他在威胁我。没有，我告诉你，奶奶不同意。奶奶您保重身子。奶奶，我就不明白了，依山那么好，那么善良的姑娘，您为什么就不同意呀？啊！奶奶说不许，不许就是不许。如果你一定要跟那个叶依山结婚，我就和你断绝关系。妈，奶奶，你非要这么绝吗？哎，明浩，明浩，明浩，你给我站住！哎呀，你妈，给我站妈，住！好。上来这等我的。依婷，你怎么又喝成这样啊？你不知道你现在怀孕呢？你给我闭嘴！你是想让全世界都知道我怀了你的小孩啊？哎，不是，依婷，依婷，你听我说，依婷，我是担心你啊，我担心你的身体跟孩子。你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，你告诉我，我去解决，好不好？我告诉你啊，我告诉你有用吗？好，那我现在就告诉你，我想跟节目组去韩国，我想成为最优秀的节目主持人，我还想拥有独立主持的节目，我想红，我想进电视台。我现在告诉你了，怎么样？你有本事帮我吗？啊？你只想让我帮你生孩子，在你那个破屋子里替你洗衣服、做饭、带孩子，你有没有想过我真正想要什么？依婷，你说的这些呢，咱们可以慢慢来解决。你是我老婆，我会对你负责任的，我一定会帮你的。你要帮我，你怎么帮？依婷，你得先搞清楚现状。咱们现在最主要的问题，不是说你当主持人红不红，咱们现在最主要的是你怀着孕呢，对不对？咱们最主要的是孩子。徐岸，你清醒一点儿。好，我问你，这个孩子生下来之后，你
你拿什么养他？你拿什么养我？你搞清楚，你还租房子住呢。还有，你知不知道养一个小孩是多么的不容易？我还没有准备好呢。我们现在都在努力打拼事业，谁有时间养孩子？我还能做主持人吗？我只能时刻想着换尿布。我希望你明白，此时此刻，我们都没有资格做别人的爸爸，做别人的妈妈。我把这个孩子生下来，只会让他遭罪。我这辈子没有过上舒服的日子，不过我想要我的孩子活得舒服点儿。你有办法做到吗？啊？我们还是好好冷静一下吧。我可以让你做卫视的主持人。卫视的主持人？是的，我今天给你打了一整天的电话，你都不接。明天一早就要去面试。你说的是真的？没骗我吧？我有一个同学，他现在呢正在招一些卫视的串场主持人。串场主持人，徐岸，凭你的能力，你只能给我介绍这样的工作啊！你如果没有心帮我，你就不用帮嘛！你拿我当3岁小孩耍呀你！依婷，咱们只要进了卫视，就慢慢努力找机会嘛。你是我未来的老婆，我怎么可能不管你呢？哎呀，好，徐岸，明天呢那个面试我会去，不过要等我进了卫视，有了自己的节目之后，我们再来考虑要不要结婚。哎，依婷。